你要说要有共同话题，首先你要感兴趣啊，你要了解。那就是连闲聊都不要有了呗，以后。就我们就不要永远不要聊天了，就是只要但凡。你要记住，你跟别人聊天，你要记住这些东西，聊完就一再的又问，那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东西就是不感兴趣，那为什么还要再跟你聊这个东西啊？我当下感兴趣，但是我不需要把它一直记在脑子里面，而且我刚刚从头到尾没有在说任何的问题，就是你的那个。我刚刚问你说 Honor 他们 Honor 是谁？你跟我说是偶像练习生的3个人。我说偶像练习生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你看韩国也有创造101，有创造我不知道几零几，反正也有什么创造营。那偶像练习生万一也有呢？所以我就问了一嘴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只有中国有呢？只有一届，我怎么知道呢？好了，别生，没有在生，不是在。也不算大吵，不是在真生气，就是我问出了我的疑问，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然后我当下又比较感兴趣，因为 Honor 这个对我确实不太了解，然后在他的视角里面是我对一个问题一直在反复的问他在烦，然后我的点是在于我多问一句，这是我当下了解的东西，你只要给我解答就好了，你没必要就是结合以往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你就只是张嘴说2句话的事情。我提你只是单纯因为你现在没有在我的身边，我想让你更有存在感一点点。你不，那我完全就不用管这个人那个。不是你不用管，但是别人问到你跟大家更有共同话题，不是一件好事吗？我是一个高中物理老师，我为什么我不是那我就以后就用我自己的号，我纯播物理好了，你就按这样子。可以啊，你自己播你的吧，真的是，这很奇怪啊，就是，哎，你看大家，我现在看到这个人数很讽刺，就你们真的是只爱看吵架。好了，那来了，那你们就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我们不会动手，绝对不，我们都是文化人。2个985、211毕业的高材生是不会动手的，能用嘴巴讲话就用嘴巴讲话。对，我们可能是啊，这样，朝他跟你看，哎，嘿 ，Hello， 小新姐夫 ，Hello， 你在干嘛呢？我们刚刚小拌嘴了一下。啊，好了吗？不是，就是简单拌嘴，因为只是观点上的碰撞而已。对。哦，那没关系。骂了一下粉丝而已。骂了一下粉丝。好，你俩和好了，欣姐。我们早和好呢，我和好忘了。有。怎么？我断网了吗？什么意思啊？我们前几天小吵了一下，大家都在吵架的。又小吵，怎么都在吵？我们昨天也没播，昨天也小吵了一下。我们刚刚以夏老师啊，以夏也在吵。但我刚复盘了一下，我每次吵都没超过24小时。我们可能吵个2分钟，然后就骂个粉丝。我刚才还说要把粉丝的钱退给他，我说你不要再拱我了，把钱退给你吧，里面剩多少钱？听过人还给我上票，刚才骂你呢，上票。你骂他，他没有听到啦。我刚骂他了，对不起。我刚才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着急你上，真的很让人生气啊！我以为你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很好的粉丝。你说这种话真的很伤我的心。谢谢一抹茶的热气球。我把他当做很好的朋友，你说你着急你上，我真的被气到。其他人说这种话，我真的没有感觉。走了，好，谢谢一抹茶，谢谢一抹茶。我刚看到那句话我都快哭了，我说 Kangaroo 怎么可以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才一下子就应激了。不想跟你说话，我要讨厌你一天，我讨厌你一天。大家可以追票。哎，我们领钱这么多？一点点而已，来一点多。你的4000票而已，是疯了吗？你是没见过票吗？好。音乐啦，他刚好在中间 bridge 的地方，给我一点都没有热情。还有2天没事，真的是事情屁事一堆。不是你本来就是要精益求精啊！
这 OK 吗？可以吗？摩托车女魔头。我们呢？我们奖励我们什么？那我想要奖励小新，你就是镜头对着自己的脸，然后就是姐夫站着，然后你要从那个姐夫的那个后面的后背的衣服钻进去，可以吗？哦，就我从他正面里面钻出来是吗？都行，你可以看你从哪里钻出来都这行。么大，他装不出来了。这会不会有点风险啊？我想说你钻他后背也行，行，那我试试。试试看。从后背钻出来，把我衣服撑大了。也可以不用钻出来，看你们啦，看你们在里面亲他也行。然后呢？装你要蹲下来才能装。小了。对，很小的衣服。很小吗？很迅速，很迅速。勒住了，下走开。有在做的，人很灵活，而且姐夫还没有走光，很厉害。可以。那我们走啦。拜拜，吃得开心，吃得开心，还是演出主题了，拜拜。好，拜拜。而且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明白有一点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拱火或者说在骂陈以山，其实那些人也不怎么上票，所以就是很无意义。比如说我们刚刚就吵嘴，但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在生气，我们就有时候就是拌嘴，然后觉得就都还好，然后就是大家其实就闻讯而来，就像什么就像街上死了一只死耗子，突然间就来了一群什么东西，死耗子会引来什么东西？苍蝇，不能这样说大家，就是不能这样说大家。坏心的人可以，坏心的人可以说他苍蝇，也不是。但有些人关心我们，就是好奇，就纯粹好奇过来。但其实，好奇的点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其实会有个区别啊，大家其实会有个区别，就是客观的讲可能是唠叨，也可能是大道理。就是有上票的姐姐跟没有上票的姐姐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客观讲，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去着急，为什么会觉得说想要做得更好，其实不为别的啊，其实真的不是为了我们怎么讲，就是为了让上票的姐姐放心一点点，安心一点点，有底气一点点，因为大家就是需要并肩作战的朋友，他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如果我们一直的状态就是像大家说的做自己就好了，适当了解或者说不感兴趣就不去了解就好了，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们的股东不负责的状态，这个是我的心里的想法。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的出发点只是我希望我们努力的更好，对得起这些姐姐们，其他人客观的讲我一点都不在意啊，就是你们有时间的话过来就是唠两句我觉得好了，你就是观众啊，就是观众是观众，股东是股东啊，就是客观情况下就是这样。我需要负责的就是我的股东，我对我的观众你喜欢我们再来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其他东西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啊，就是观众，就是你喜欢开心那你过来欢迎你，但是你要求我干嘛，我真的就是毫不介意，就是也耳朵里面也听不进去。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更上心，我们能够对姐姐们负责的东西，那是我们愿意做的，这个就是不同的心态啊，就是这样。谢谢条条，谢谢大家，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是其他的就是，所以大家也真的不用生气。那你真的挺可怕的，我觉得你真的挺厉害的。我吗？我是很厉害。他很厉害，他作为一个模特，他出去外面说太阳太大了，我不能拍太阳。明明出去拍照就得2个小时的时间，他说太阳很大，完全睁不开眼睛，我拍不了。这个雪地里面还要反射出阳光，我的眼睛睁不开，然后就不拍照。然后那个啥，这一点，然后没人听得清楚你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出去，就有些时候不是要拍一些有阳光的照片、有阳光的视频，就会很好看。然后专门就是可能就是开了很久的车或打了很久的的到那个地方去。他说现在阳光好大，我不想拍，我现在眼睛睁不开。然后这个事情就会觉得说我也很难过，因为就可能2个人策划了很久，要去拍一个就是
但那光就是很硬啊。有阳光的东西，然后就是他眼睛睁不开。光就是睁不开啊，它很硬啊，有什么办法？然后那个我们直播的时候，他看不到弹幕，他就要挡到这里去看弹幕，然后就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这样的就是吐槽，纯粹吐槽，但是就是会有无力感。有什么？可是你用的是生理上的问题来吐槽。那我生理上面我很讨厌开车，我也去学开车啊。所以我那是心理，那不是生理。那你不是我们同样在聊一个话题，为什么你又生气了呢？不是因为我在雪地里面眼睛睁开在流眼泪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说，而且我后面不也拍了吗？我眼泪一直在流，我也拍了呀。因为你拿你说你讨厌开车的事情来说，然后你克服了你讨厌开车的心理，然后你最后学了。那我不是克服了，我眼泪一直在流，我也拍照了吗？而且这两个它本质上不是，就根本不是一个层级上的难受啊。我也没有，我觉得这没有，大家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啊，就是我们两个对一句话的理解很多时候就不一样。我昨天也说了，我说我每次情绪都就是每次就是吵架什么的时候也不挂脸，然后说话也不会就语气很冲。就我们那一次跟他姐姐一起吃饭，然后也是在聊到一些事情，然后张宇就有点挂脸嘛，然后我就还是很耐心的笑笑的跟他解释，然后他姐姐就说知道了，他就说陈先生就是你才恐怖，你那个每次就有情绪的时候也是笑笑的讲，你这种人我还反而更怕你。然后我们回去就聊天，张宇就深夜聊天。我说我也希望我是一个有脾气的人，能够把脾气撒出来的人。然后因为他说他喜欢那一种就是更直一点点，就有气就杀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说我也希望我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说，我说我希望就是每次我生气的时候不是笑笑的有耐心的去讲这个事情，而是我真的生气的时候我是可以掀桌子的。然后我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张宇就说天啊，你昨天晚上还要对我掀桌子。然后我就瞬间我就不想跟他说话，说天哪，我前面跟他铺垫一大堆，因为他在说他不喜欢我性格就是有脾气的时候还笑着耐心的解释。然后我说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掀桌子的人，我重点是这个，然后他重点是我要对他掀桌子。我们两个经常会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就彼此 get 不到，就是我说话的表达在这里，然后他 get 到的是东西在这里啊。然后如果很直接跟他讲他也生气，然后不直接跟他讲他会觉得我性格很有心机，城府很重，然后对他觉得我城府很重，心机很深，虚伪。然后我想说那我直接一点点他也不开心，所以就你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哦。对，他就是会是这样的，但没办法，就是你跟他直接讲他也会生气，所以我刚才就说以后就只说他好的地方，就是不想回答，我说真的不想回答。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对不对？你觉得有道理吗？那你们自己一个人在播啊？今天？他在干嘛？在跟我聊天。
都没打开，他是。没看。啊，笑死！说什么？哪个是左边啊？明天什么？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你们知道我刚刚偷偷跟张莹说了啥吗？画骨。你们刚刚我偷偷跟张莹说了什么东西？你们盲猜一下。这首歌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皮1》的主题曲。有人能猜出来我刚刚在张莹耳朵旁边说了啥吗？生命树，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比月色寂寞。我们刚刚在猜很重要的事情，刚刚在猜很重要的事情。我是一个事业，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也想在直播的事情。我刚刚在跟张怡说，我说我发现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说为什么喜欢张怡的人多，但是就是上的票不多。我跟他说，其实核心要回顾，谢谢姐姐，核心要回顾到他本身，因为他一直跟大家灌输的一个东西叫做直播只是我陪衬以上，直播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副业，就是在有空的时候播一下下的这个事情，那大家就不会把你当做一个主播。那当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只是你玩玩票的时候，只是你就是随便播一播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大家要愿意给你上票呢？对不对？我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你们觉得是不是一个核心？就是它传递出来，就是我就是有空随便播一播，所以就是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就是说，那你就是随便播一播，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为你干嘛干嘛，就我刚刚突然间茅塞顿开的一个点，然后你有没有表示赞同？然后发表2句感言。说得好。甜言蜜语多动听，变成安琪，但他信他鬼话，他只是直播时候佛系。我科目2没考过的当下问我说，昨天直播钱还没有打给他。我科目2刚挂了，就跟我说陈一山太好了，科目2挂了，他没有说太好了，他说陈一山你科目2挂了，就当给我的学生挡灾。然后什么还有一句什么？这句话我是真的想安慰你。快乐很直接的人，说实话，你要说做自己，那我做自己我可快乐了。我从小到大也都是那一种捏要坏，然后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喜欢恶作剧的那种小孩，然后也没有什么人欺负得了我。就直播会让我变得小心翼翼的，会让我变得，因为太多人在审判你了，你没办法，你就得小心翼翼的。你哪怕你很委婉的去表达，你也会被攻击。所以有时候就那样吧，就是，所以大家觉得我很假，这个真的我一点都不假。还可以继续再表演，真的很有趣耶，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不要，不觉得很有趣吗？不是，可是我不是你重点是这样，这个我要提成。默默的离开直播间。不是要对比，就是我们要假装那拍那种，这很有趣啊。你在讲龙现在。对，人家真的很好笑，快乐一点点。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快乐一点点。
偶尔这样会让我很快乐。说实话，这真的是我很真实的一面，姐姐们，这真的是我很真实的一面。来，现在可以先开始夸，开始夸。我操，一下好帅，一下好帅，我去，好帅，好帅！我去，太好看了！我的天，太好看了！绝世美人，美的呀！当代貂蝉，我的天呐，不是的，我去，完全西施，完全西施，好漂亮！我的天呐，好漂亮！我天，不是有那种书香气质华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有气质，特别这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真的很好看啊！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很漂亮。我的天呐，好美啊，很好看，好好看啊！就是感觉你，我感谢你们还帮我放大。哎，所以大家你们的观点是啥？你们喜欢蝴蝶，你们会去追蝴蝶，还是会去种花？你的观点是啥？我以前可能会追蝴蝶，现在会种花。我以前可能会种花，现在会去追蝴蝶。哎，我觉得种花是一件很自恋的事情，就是你觉得你种了花，蝴蝶就一定会来，而且会来的是那一只你喜欢的蝴蝶。我觉得喜欢蝴蝶，你的意思是我喜欢一只具体的蝴蝶，蝴蝶很多啊，你不可能每只蝴蝶你都喜欢吧？不是，那如果只是单纯喜欢某一类或某一个，那我会去追蝴蝶。对，而且就今天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追了之后，你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蝴蝶。但如果你只是说喜欢蝴蝶这个名词 butterfly， 它不是具体的一个品种的话，那我养花。而且养花你怎么确定蝴蝶会喜欢你养的花？蝴蝶也不是那么，蝴蝶喜欢花，但蝴蝶也不是不挑花啊，蝴蝶也挑花吧？那我就挑蝴蝶喜欢的花呀。不，那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那个品类的蝴蝶，或者你喜欢的那一只蝴蝶？查资料啊。那万一你喜欢的就是你在当下看到那只你喜欢的那一只蝴蝶，那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就不是喜欢蝴蝶，喜欢的是那一只蝴蝶，那我就去追蝴蝶。那就是其实就很像《小王子》里面说的那一句，就是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一朵玫瑰。就玫瑰很多，但我就真的就是只喜欢那一朵玫瑰。你今天直播就播到这吧，好不好？爱你们，拜拜。